谢谢你啊，不计前嫌，还送。去四海大厦做。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你就前面那个地铁站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过去就行。没关系，刚好顺路。你还没告诉我，你去干什么呢？我去上班啊。我的老板就是一个愚蠢的小王八。谢谢你啊。哎，晚上请你吃饭。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是新来的总裁助理。助理？这是我们总裁。总裁你好，我是市场部的 Rico。好，我们开会吧。今天你们两个都迟到了，下不为例。哎，等会儿，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跑到我们公司当助理啦？入职第一天，试用期还没过呢。开会，快点！瑞克，你也抢了对吧？赶快让他多印点吧，那孙涛厕所早就没纸了。Rico，您看这方案如何？可以，就这几个点啊。真的啊？分析方式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sorry 啊。总裁来了，总裁来了。是啊，对啊，老板怎么坐这儿了？是啊。奇怪。大家好，今天的会议内容呢，是想跟市场部的同事们一起探讨一下 Q3、Q4 的产品供应和市场营销。那么首先，我们请阿 Sir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产品供应。Q3、Q4季度呢，节日比较多，我们准备根据节日的直播主题上架一些特色食品。那潮流非遗美食系列呢，我们准备选的是浩达食品集团的小笼包和烧麦。这么明显的问题，你看不出来吗？明白。非遗美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有卖点，有亮点，还很好吃，我就很喜欢吃。这个笨蛋，你有什么想法吗？各位早上好啊！对于产品运营计划，我有一些小小的异议。这还是我心里的霸道伽利略吗？你小子不是第一天上班吗？提什么异议啊？你懂什么呀？浩达集团的非遗熟食确实不错，但是他们的制作工艺完全不同，他们只保留了其形似，却完全忘掉了它内在的灵魂。所以我的提议是，更换一家。没想到这家伙真有研究。你觉得呢？啊，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我跟你想的一样。果然如我所想，这个草包总裁肯定会把公司做垮的。还有甜品系列的话，我们准备继续保持与蜜汁集团的合作。不行，
蜜汁集团的产品曾经销量确实不错，不过他们近期主打的巧克力系列包装平庸守旧，和我们四海刚刚提出的年轻化、趣味化的品牌调性不符，而且他们用廉价的植物奶油代替了原来的动物奶油，所以，您怎么看？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可以换一家，比如桃园甜品桃园甜品今年刚刚提高了定价，啊，还有乐熊集团。乐熊的食品安全官司还在进行，可信度不高。这家伙也太勇了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怼自己老板，厉害厉害！怼的小乌龟就像个小弱鸡。我这里呢还收集了 Q3、Q4其他产品的运营思路，我想讲给大家听。首先呢，要保证使用动物奶油，这样我们就可以留住大部分的用户。是不是很帅？我们可以采用不同产地的原材料，比如我倒是觉得这个小助理要比总裁更或者也可帅一些以加入少量小助理啊，继续做我们。我不觉得他话太多了。拉升我们品牌的调性。咱们这个四海集团呀，就需要这样直言不讳的小助理。不要争了，这两个复购率和客诉率。我都 get 到。怎么样？我的演技还可以吧？刚才有那么几下还挺极限，得亏我们配合默契丝滑。我可没觉得有一点丝滑。那个欣桐怎么会在我们公司呢？欣桐就是 Rico， 你知道吧？我不知道，我不是让你查了吗？我没查出来啊。那你为啥不想让他知道你是总裁的身份呢？姐姐，我信守承诺，中午请你吃大餐。你笑了，你这种笑很不正常。我有在笑吗？有，幸福且猥琐。文培，我很确定的告诉你，你出事了。怎么样？打工人自制小火锅，这就是你说大餐？这还是我加了料的。你快坐下。闻闻，香不香？是不是特别香？哎，你为什么会突然跑到我们四海集团来当总裁啊？不是，当总裁助理。你家不很有钱吗？你别说，你让我猜一猜，一定是你老爸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说文培安，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女朋友，才能继承我们的家族企业。所以你找到了我，做了契约情侣，隐姓埋名在四海集团学习，回去接手你们的集团，对不对？对。这个四海集团一定是你们的竞争对手，你是来做卧底的。学习，主要是学习。那你可来的真不是时候。我们这新上任的总裁，一看就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你在他身边，什么都学不到。怎么样？这味道还不错吧？好吃就行。
我呢，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说吧，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帮。你认识齐星吗？你说的是那个网红齐星？对。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那个小王八，把这个齐星签下来，或者是说呢，跟他合作几场直播，怎么样？可我听说他常年居住国外啊。那不就是一张机票的事儿吗？你说你现在都已经在小王八旁边当助理了，你没事的时候就多帮我吹吹风。这件事情，等一下。齐星回来了。怎么了？小王八找你啊？啊？啊，那你快吃，这个人可记仇了，万一得罪他就不好了。文佩安知道我回来了吗？当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他一定很紧张吧？毕竟我是他的小克星。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难道又要做什么幺蛾子了？哎，运营部那边是不是把新的主播方案送过来了？里面是不是有齐星？绝对不能是他。那当然。还有，如果齐星想从你这里套话，绝不能告诉他我和星童之间的关系。哎，总裁，总裁，欣桐，怎么那么莽撞？怎么不敲门啊？啊，咖啡就要这样冲，知道了吗？不要让我教你第二次。你怎么不敲门呢？你为什么不敲门啊？我很着急啊，实在抱歉啊。那个新主播的方案我看过了。我就是来说这件事儿的。咱们公司不是要开一个新的直播间吗？直播间的代名词就是元气加上独立女性。我觉得基于这几点，齐星是最合适的。可是为什么要把齐星 pass 掉啊？拒绝他。我觉得齐星全方面都不行。你懂什么呀？欣桐是不是疯了？据我的了解，齐星的家境非常优越，但是他这么多年从来都不靠自己家里面的资源，一步一步的努力，成为了今天的头部主播。不能单纯的只用主播或者是网红来形容他。我觉得齐星是最有代表性的现代女性。我说过了，齐星不合适，我们再考虑一下其他的主播人选。好。我问你，我OK，哦，我问你，率真、独立、有十足的亲和力，还很可爱，这样的主播多吗？走红多年，没有黑料，没有恶评，这样的主播他多吗？直播销量常年稳居前10名，这样的主播他多吗？是不多，但是没有但是，这答案呼之欲出，齐星绝对就是我们四海元气直播间最好的人选了。欣桐的建议值得商榷，你觉得呢？这些都是人设。对，你们真的了解他吗？我当然了解了，老板，我觉得秘书最近是不是也疯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3天之内拿出新的主播方案，就这样，散会。欣桐，你别生气，
欣桐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嘛。葫芦，说。不好意思，入迷了。齐星说要找我，你帮我去看他一下，又要耍什么幺蛾子？最近这个总裁秘书有点飘了，不过你更飘了。早就跟你说过不行了吧？你呀，就是头铁。当下想和咱们签约的主播多的是，你怎么就抓着齐星不放呢？是啊，我求求你，放过齐星也放过我 ，OK？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那个伽利略绑在龙马柱上活活烧死。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呀，应该跳槽去齐星那里，而且被烧死的是布鲁诺。这个伽利略真没品，我还不信他。 Rico， 搞定。我知道为什么总裁会拒绝你的提议。为什么？我告诉你个秘密，你要以单身一辈子向我发誓，绝不告诉第三个人。我用我单身8辈子跟你发誓，绝对不会告诉第3个人。是什么呀？齐星是伽利略的双胞胎妹妹。我去，可这俩人长得也不像啊。双胞胎分为同卵和异卵吧？你说有道理。哎，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他们亲兄妹在一起合作，不是应该更顺畅吗？豪门深似海，本来家族企业传男不传女，但是妹妹齐星靠一己之力打下一片江山，让董事长刮目相看。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兄妹2人正在争夺四海的继承权。越是这样，越不能让可恶的小王八得逞。就他这点格局和能力，怎么比得上齐星？我要助长公主登基。Stella 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因为老总裁是我的大舅爷爷。哼，果然是家族企业。你好，齐星，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我特别喜欢你，这个是给你准备的礼物。是想要签名吗？确实是，不过我是想要让你在这上面签名。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四海集团的运营专员欣桐。四海，我这次很冒昧的前来，是想要邀请您来我们四海的美食直播间做嘉宾，不知道您意向如何？你一定是自作主张的吧？四海怎么会请我去做嘉宾呢？不瞒您说，这份方案确实是我自作主张起草的，您可以先看一下，如果您有意向同意，那我可以试着去说服公司。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以嘉宾的身份去四海。我明白，我以四海0.01%小股东的身份向您表达一下，对于您和现任总裁之间，我更看好你，我更希望你可以成为我们四海未来的掌舵人。那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还是先看一下合同吧。好，您先看看。文佩安怎么会在齐星的手机上？还是2个人的亲密合影。齐星曾经爆出过一对恋情，对方身份扑朔迷离。难道那个人就是文佩安？是文佩安甩来齐星，而齐星对他意难平。这
就是突破口。计划书写得很好。但是抱歉，我现在还不考虑去四海。没关系。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和手机壁纸上的这个人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前男友。分手了，壁纸还没有换，那说明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既然这样的话，我想我可以试着去帮你修复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哦，如果你需要的话。那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我是他的合作伙伴。你有这个把握吗？事在人为嘛。我相信没有哪个男孩子可以拒绝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的。签。抱歉，抱歉。谢谢。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也是小星星。什么合作呀？你家老板。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小王八肯定是预判了我的预判，故意捷足先登，想搅黄我们的合作。哦，我呢是代表所有的小星星们来看一下齐星的。老板，你怎么也在这儿？总裁的事情你就少管啊，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请你先离开吧。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兄妹叙旧了。Yes， 成功打响了齐星拿下四海的第一枪。那再见。这个欣桐就是你之前和我说过的那个文培安的假女友。是啊，没想到他这么执着。咱爸说了，只要文培安谈恋爱，那么他就可以接管四海，所以他就找了欣桐来做他的女朋友。但是没想到的是，欣桐现在就在四海工作，而且他一直认为我是总裁，你哥才是助理。怎么样？我说的够清楚了吗？听懂了，但好像没有听懂。我只是觉得他们两个好像还蛮般配的。那你真的要来做嘉宾吗？我不光要去做嘉宾，我还要让他修复我和文培安之间的感情。什么意思？他以为我是文培安的前女友。不是吧？怎么，生气啦？现在局势已经够混乱的了，你还要火上浇油？别生气嘛，那么凶干什么啊？你都多久没见我了？哼，请我。我哥还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吧？现在他眼里面只有他的公司和他自己啊，还有欣桐，我就像空气一样的存在。好期待他知道我们在一起之后的反应。别，我可不期待，他知道了肯定会发疯。丑老公也是要见大舅哥的嘛，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快走，快走！快过来！今天什么情况？这么丰盛啊！我想要请你帮个小忙。事先声明啊，拒绝一切拍摄。不是拍摄的事儿，我呢下周有一个心理学资格证的考试，就是催眠这一块儿啊，我还差点意思，所以想要请你帮帮。就是做你小白鼠呗。不用敲头的小白鼠。你现在想象着自己在一片海滩上，海风轻抚着你的脸颊，温暖的阳光洒在你的脸上，你感觉到格外的舒服。
现在能说说自己的前女友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在想着他？不知道。这家伙嘴也太严了吧！换一种方式。你是不是有着一段令人难忘的二人时光？你的老板就是一个小王八。你是不是不希望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就这样结束了？合作结束之后，以和平的方式分手，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成交。合作愉快。你爱他，对吗？你想要和他继续下去吗？想。你们彼此还爱着对方，却谁都不愿意低头，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既然你们两个郎有情妾有意，那我就趁人之美吧。你现在可以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感觉怎么样啊？我什么时候睡着了？感谢你的配合，醒一醒，去吃饭吧。明天是约会日，你记得把时间空出来。啊，你爸还没相信啊？他哪有那么容易相信啊？其实已经没有人监视我们了，就是单纯的想和你约会。正好是个机会。哼，走啊！今天就骑这个去约会啊？这个叫单车郊游，走啊！不是吧？欣桐，好巧啊，在这儿碰到你，好久不见。你们齐星已经答应了和我们合作，他现在已经决定来四海的直播间做嘉宾。总裁不是说……哎呀，你别管那个小王八了，我有我的计划。你们两个，我们俩不认识？不认识，我们俩老熟人了。这么久没见，身材保持的倒是不错，胸还这么大。生什么气啊？哦，你们约会呢？哎，不，对啊，不是。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欣桐。没必要用我来气前女友吧？更何况我何德何能气到齐星啊？我们现在在约会，所以……哎，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不如一起玩嘛。嗯，就是，我们正好可以一起叙叙旧。走吧，走。哎，好好叙叙旧啊。你
你知道她和总裁的关系吧？知道啊，她是总裁的妹妹嘛。对啊，那你这搞这一出什么意思啊？希望你们可以破镜重圆。说什么？什么镜什么圆？催眠的时候，你都说过些什么？我说什么了？你说你还爱着他。我爱着他。我爱着谁？哎，我看那边挺好看的，我去拍点 vlog 素材啊。你女朋友挺好看的嘛。你今天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我听说爸说你不谈恋爱就不能接手公司，所以你才谈的女朋友，你俩不会是假的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担心你嘛，你凶我干嘛？我作为妹妹关心一下哥哥的终身大事，怎么了？我提前警告你啊，不准跟我玩坏心思。哥哥，哎呀，这两个人还真是郎才女貌。怎么会有什么坏心思呀？我难道直接告诉老爸你在骗他吗？妹妹，你怎么了？我没写完作业，完蛋了！你拿我的吧。那你怎么办呀，哥哥？没事。文培安，给我把你的校长叫过来！太让我失望了。萧炎女士，我是高一班的文培安。我充分调研了我们两个家族的情况，认为你是我为财办理的最佳人选，因此我想和你沟通联姻事宜。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做？我只是想帮你。文培安，把你的校长给我叫过来！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给你哥呀？可以啊，文培安给你的回信。谢谢啊。你这样看着吧，不好看。就是这样。没事吧？石匠，你为什么乱给人家回信啊？哥哥，我是觉得这种事情会影响到你学习，所以我才言辞激烈的。那你不会，你以为他要骂我吧？文培安，把你的校长给我叫过来！你太让我失望了。从小到大，我亲爱的妹妹一直在用同样的手段，让她的哥哥成为令父亲失望的孩子。现在，她又用同样的眼神在看着我，我不会再被她的眼神欺骗了。我已经打算要结婚了，不管你信不信，没必要向你证明什么。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奇怪了。其实今天是青桐约我来的，他以为我是你的前女友。为了让我来当嘉宾，他承诺会撮合你和我破镜重圆。那我就不明白你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了呀？难道是为了公司天生大义？你看起来好像有点难过。
他把你推向别人，伤自尊心了？不会是他在假戏？你真做了吧，哥哥？你明知道是个误会，为什么要来赴约啊？我又不能把误会解释清楚，我只能硬着头皮来了，不然你很难做的嘛。再说了，我就是单纯的想你了。你不会是要跟老爸告状吧？哥哥，我长大了，我要光明正大的夺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一切东西。什么东西？公司的管理权。能不能不要胡闹了？我怎么是胡闹了？凭什么你们男孩做一些有野心的事儿就是雄心壮志，我们女孩就是胡闹？凭什么？老爸他都说了好。心彤，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就是扭了一下。我看看。没关系，我习惯性崴脚。我扶你起来。谢谢。哎，小心！我都说了，哎，齐星还在呢，放不下来。哎，你等我把车骑过来，你等我。哎，齐星，坐。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两个叙旧了。没关系，既然我签了合同，无论怎样，我都会履行我的义务。去做嘉宾，几次都可以。你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走了，拜拜。齐星呢？齐星他说他有事儿先走了。来，我可以的。慢点，坐好啊。嗯。走。我的事你不要再操心了，好不好？如果你真这么喜欢齐星的话，我有办法说服总裁。你能有什么办法呀？那你就别管了。你慢一点啊！今天我们把价格来。今天我们受邀来到了林氏甜品的总部，大家可以看到两边啊摆满了小蛋糕。林氏甜品呢一直是行业中的翘楚，大家可以看这款最经典的巧克力黑白慕斯。没想到文佩安真的说服了伽利略签约齐星，看来他是真的还在喜欢齐星。把齐星签进公司，他一定很开心。我必须要找机会告诉他，我就是让他讨厌的四海总裁。不管他能不能接受，我都必须迈出这一步。一层纯正香甜的白巧克力慕斯，最底下是湿润绵密的巧克力。他的眼神里怎么透露出一丝伤感？今天有好多小蛋糕啊，可惜都不能吃。3、2、1，上！怎么了，志清？没受伤吧？没事吧？欧陆表现得这么强烈，一定是在帮我掩饰。还在装矜持，分明也很在意齐星。手疼吗？不愧是我8年的好兄弟。这兄妹感情分明很深，我可看不出来有任何豪门恩怨啊。要不然我们先去医院，今天的拍摄可以取消的。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不要耽误拍摄。
不行，不行，万一是骨裂呢？欧鲁似乎演的有点过了，不过也正常，这小子从来都没什么演技可言。血浓于水的亲情，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看出来吧？骨裂，很严重的。没关系，别大惊小怪的。导演，我们继续吧，再来一条。没错，齐星已经和四海签约了，那我就要抓紧时间帮他搞定文佩安。那我们继续拍摄。好。来，继续啊！来，开工啊！啊，3、2、1，开始！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不要98，不要88，只要68。今天的阳光可真好哦。是啊，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我记得这里之前是一所福利院。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不过我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拍摄。如果他知道是我选择了这里，一定会很感动吧？为了向你坦白，我可是做足了功课。这么多好景不选，非要来这里，拍摄效果肯定会打折扣的。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经常在这个地方画画，周围摆满了花。没想到，今天这里也一样，全都摆满了花。我怎么会不做一点调研就贸然行动呢？这些花拍完就扔了，怪可惜的。一会儿挂在网上卖了，还能赚上一笔。现在气氛已经到了，时机也比较成熟，应该可以告诉他了。哎，你知道那一盆花叫什么名字吗？哼，这还难不倒我。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是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特心爱的美少年，在一次狩猎里被野猪咬伤致死。阿佛洛狄特流下了泪水和鲜血，变成了这朵花。因此，这朵花也象征着美丽与爱情。批吻，这不就是杨牡丹吗？还批吻？我想他一定被我迷住了。心彤，有件事我想对你说。其实，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早就知道了。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呀！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还喜欢齐星，想让我帮你说说好话。你这一次能说服小王八合作呢，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他，你只是表面逞强而已，全身上下就你这张嘴，最硬。我想说的是，收工了。哎，收工了。我就是小王。还痛吗？痛啊！这兄妹关系比我想象的也好太多了吧？这是什么情况？你要给我吹吹，我就不疼。两个人会不会演的有点太过了？有家人的感觉真好。够了吗？不够。今晚回家帮我好好的止一止痛。他们两个在演什么呢？这兄妹感情好的有点过头了吧？齐星的手指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今天各位辛苦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齐星说的话吗？你今天很漂亮。谢谢夸奖啊。
今天的坦白计划失败。虽然文培安还是有点放不开，但还是有进展的，开心，收工。今天拍摄一切顺利，收工这么早，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吃个晚饭怎么样？我就不去了吧，我在控制体重。你能多吃点吗？我一会儿也有事情要处理，就不跟你们一起去吃了。唉，为什么每次对人家都那么粗鲁呢？我饿了，吃饭去了。唉，就凭你，是永远都无法追到我们家齐星的。情侣双人套餐啊？这一家店今天拍照打卡小蓝书可以打6折。为什么非要点套餐呢？单点不行吗？单点多贵呀！你怎么就不知道为公司着想一下呢？我还没问你呢。哎，你是怎么说服伽利略把齐星给签约的？伽利略他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而已。你说这中间该不会是有什么陷阱吧？我要不要跟齐星说一下？随便。齐星今天受伤，你很紧张，我看得出来。你呢，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你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别说话，我都懂。我不想替他。你看看你这个人，你应该学会正视自己的内心。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应该做的是要对对方大胆地表达出来你的爱。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该不会是要吃我吧？别担心，明天我帮你约齐星。说话不带动刀的，小心我报警。